生命灵数1到8号人请注意，除了9号人以外，你可能会缺9，有个自己没感觉但旁人一定有感觉的特色，就是你没大没小。在否认之前，先看看这是不是你的习惯。你通常都很心直口快，对于尊卑礼仪不太在意，甚至觉得好玩就当面帮长辈、老师或上司取绰号，偏偏你还取得很有趣，意境也很到位。要是当事人或别人觉得这样不太好，打算制止你，你可能会直接问旁边的人，这是不是很像他？惹得大家笑成一团，最后连当事人也难以反驳。次数多了，大家就会知道你是没大没小的家伙。不管你是缺9的人，还是身边有缺9的人，只要看完今天的节目，就明白你是真的没心眼哦。生命灵数看妈妈大师，让你轻松做自己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所有通知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妈妈大师。今天来说生命灵数缺9的人会怎样？马上用你的灵数来签到，就不会找不到了哦。先说缺9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有人缺9呢？这是指出生日期和计算生命灵数的过程中都不曾出现数字9，就是缺9的人。像2000年2月2日生日的人，没有出现9就入选了。接着计算生命灵数，把2加2加2等于6，算式和结果2个区域中都没出现9，就完全确定了是缺9的人，也是今天的主角哦。赶快用这个方法来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缺9，也可以算算身边的人有没有缺9的人。为了不要误会别人，来看个可能搞错的例子。生日2000年8月18，和前面的例子一样，日期没有9，第一步骤过关就入选了。再来计算生命灵数，把2加8加1加8等于19，再把19变成1加9等于10的1号人。乍看之下，2000年8月18生日的1号人是缺9的，但其实不是哦。计算过程的数字19有9，19被称为剧本数，对个性有很强的作用力。就算只有一个9，也不能小看它具备的实力，所以不能只看日期就宣布缺9哦。那么先来认识生命灵数的9代表什么吧。数字9，简单的说法就是有反思能力的智者。因此9的行动核心在于先停顿再修正。当面对挫折或冲突时，你不会第一时间推卸责任，而是将视角转向内心，因为你有客观检视的习惯。在行动后会主动拆解过程，诚实面对自己的盲点，不会盲目沉溺于情绪。你能区分事实与偏见，并在下一次决策前调整策略，表现出高度的修正力。你的反思并非空谈，而是转化为具体的改变。数字9的特色会给你充满弹性的包容力，例如你发现沟通的方式不太恰当时，会主动道歉并调整语气，而非重蹈覆辙。有9的人会拥有一种成长心态，视失败为数据，透过自问自答，例如我还能怎么做来优化自己。因此数字9很多的人，或是9号人，一旦习惯这种行动模式，会让你在应对复杂环境时展现出比一般人更强的韧性与进化速度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开外挂了才能快速成长。重点来了，那么缺9的人会怎么样呢？你可能会想，不会反思就不成长了吗？当然不是，成长一定会，但是方法会有点特别。请把数字9的反思想象成一种模拟加速器。有9的人是自带模拟加速器，可以在脑袋里面演练。缺9的人与其在脑袋里模拟，不如让 AI 帮忙，因为缺9是2000后出生的常态。对，你没听错，现在是 AI 蓬勃发展的时刻。既然人脑模拟不过 AI， 那就不要勉强自己了，这就是缺9的状态哦。这是整个时代的选择，也是你的原厂设定，很不可思议吗？这可是灵魂规划的预设值哦。感觉很不靠谱，难道缺9有原因吗？有的，这会在会员里说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加入。让我们回到主题，继续用前面的模拟器来说明。有9的人因为天生有客观切换视角的能力，能让自己多角度检视后选择有利的行动，但缺9的人就不会让自己烧脑，
或逼自己绕道，而是直接做自己，用本心本色和对方直接冲撞。看着别人在兜圈子和有话不说破的样子，缺酒的人反而会怀疑对方是不是心机重。要是对方还顺道拿走自己一直想要的机会，你会忍不住生气，觉得自己很冤枉很委屈。你这么努力，竟然会输给一个玩心机的家伙。一旦这样想，你的处理方式就不是找朋友抱怨，而是直接去找有决定权的人当面问清楚。不管他是老师、长辈还是老板，就是直接问。你觉得人人平等，但其他人会觉得你没大没小哦。天哪，问也不行，缺酒的人怎么办才好？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缺酒的人模拟器不好用，当然不擅长反思，因此要求你要深刻反省就太过沉重了，而且会导致你胡思乱想而越想越歪，还不如请人帮你客观分析，协助你做出新的决定，再给你一个不用逼死自己的好方法。毕竟进步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自我，而在于建立防呆机制，先让你接纳自己的特性，再减少让他人误会的状况。有3个具体建议。第一，建立情绪缓冲区，练习在开口或行动前留白5秒，观察旁人的表情变化，防止冲动行事。第二，使用行为清单取代抽象反省，例如在公开场合不讲他人私事，说话前先加上请与谢谢。透过物理性的 SOP， 就算内心没有深刻感悟，行为也能维持在得体的标准内，不造成他人的困扰。第三，接纳自己看不见盲点的事实，找信任的人担任警报器，请对方提醒你，避免尴尬扩大。缺酒的人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对有酒的人来说，会觉得这人怎么这么任性啊？要是没有把话说清楚，两边都会觉得自己很受伤。所谓Z世代来整顿职场，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呀。主管说新人在尾牙上表演节目是公司的惯例。Z世代说只有新人表演，算不算是职场霸凌呢？是不是很猛？当场让公司取消多年的惯例。在2088之前，缺酒的人会大量诞生在地球上，这些让人感到冲击的状态会慢慢变成主流哦。要是你身边刚好有缺酒的人，常常突袭你，让你伤脑筋又心累的话，为了自己能好好过日子，你也可以用这3个方法引导缺酒的人进化哦。观察他是在第几个状态卡关，好协助他破关。缺酒的人完全不在意你讲的过去是怎样，不管是多辛苦、多困难，还是多伟大，都过去了。重要的是现在，因为这才和自己有关系。听不懂你说的传承、意义、态度，还很理所当然，导致所有人只能想办法适应缺酒带来的新浪潮哦。有人说，缺数是人生的缺陷，要补起来才行。这已经是上个世纪的观点了。在生命灵数 2.0 里，缺酒的人是带着时代赋予的使命而来，才会直接用没大没小，甚至有点白目的方式来冲撞大家习以为常却说不出道理的习惯。那为什么有酒的人又会拿他们没办法呢？因为他们着眼当下，逼得所有人要聚焦在这里。如果这件事已经不合理了，还要继续下去吗？既然缺酒是时代潮流，与其被冲撞，还不如跟上咯。如果你想要做自己，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喵喵大师的生命灵数已经帮你做好懒人包了。快来认识自己的生日、灵数、剧本数、主题数、面具数、有数、缺数、流年、幸运草、警告标，这些都是你登入地球时精挑细选的核心技能，是你实现人生的工具。说明书都在播放清单里，缺的数字过关就好，不要拖累自己就很棒。有的数字才是关键，尽量拉高技能等级就对了。欢迎多看几遍，直到你能开心的做自己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热推用灵数签到哦。想知道缺酒的灵魂想要什么吗？欢迎加入会员，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，就能看到开启会员以来全部的讯息哦。感谢加入会员，超级感谢和粉丝热推的朋友，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